一个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变穷呢？这关我什么事啊？谁想要变穷呢？但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答案，比如说世界最高学府的那群精英，就是读书最厉害的那群人，他们开悟了，觉醒了，所以前段时间呢，都在他们学校里面进行抗争，导致了美国最近不得不通过一个法案。这法案甚至剥夺了我们崇尚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个答案直接就动了金字塔最高阶层的利益。而今天这部影片其实我早就做好了，但我又重新改了一次，因为原本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是犯法的，也是我3年以来最担心的一部影片。如果说我没有被抓进去，可能都是因为你们替我点赞撑腰的。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扫医生。你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吗？除了阳光是免费的，其他的比如说你想要去呼吸，想要去喝水，你都要付钱给我的，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我的，你要用的话呢，你就要给我钱。你可能会觉得很夸张，这是电影情节吧？那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很低调的，低调到连世界的富豪榜里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我的名字，但我却把无数人小时候都幻想过的一个场景，就是统治世界的画面，一步步的复制到现实里面。而你之所以不知道我是谁呢？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一个财阀。你现在可能不信，那没关系的，你去思考一下嘛。怎么变穷的啊？借高利贷，去赌博嫖娼，还是去创业投资，甚至说什么都不做呢？那么我们就讲大概率的事件，这世界上97%的财富都掌握在3%的人手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97%的人呢都是穷人。所以这97%的穷人都在做什么呢？读书、上班、结婚、生小孩，还有死。也就是说，你以为穷人就是什么都不做就会变穷，但你会发现，你什么都做了，你也会依然是个穷人啊。因为真实的情况是，你读书花钱，花的是你父母的钱。至于你为什么要读书呢？不知道啊，可能是为了出来找份好的工作，赚钱还给父母。但这读书的钱就花了20多年。然后呢，你出来工作了，你读了个经济学，但出来做什么呢？经济学家吗？我自己呢就是读经济的，我大学同学80%呢都是出去卖保险、卖房子的，也没有关系，做得好也能赚钱嘛。所以呢，你就成为了销售的冠军，赚的已经比一般打工的多了。但是人靠衣装嘛，这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投资一下在自己的身上？是不是要买台 Benz 去接送客户？是不是应该买个劳力士，证明自己年轻有为，给到客户信心？是不是应该买一套阿玛尼的西装，证明自己的专业？结果呢，当你买了这些之后，你变得很帅了，很多女生呢都需要你的温暖了，然后呢，你就抵受不住诱惑，成为了一名父亲。后面呢，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你跟你的父母一样，承担起最少3个人的衣食住行，还有20多年的学费。你以为这样就很残酷了，但是现实是，你花的每一笔钱呢，到头来都会进入到资本家的钱包里面，而资本家就会用你花的钱，把你请过来帮他们打工，然后诱惑更多人花钱去买他们的东西。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还会让钱贬值，就是你不去工作的话，你想要吃老本的话，你根本熬不到多久，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更拼命的去工作。那么这些资本家到底是谁呢？我们是如何一步步的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呢？还有到底如何才能逃出这个死循环呢？我今天讲的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争议，尤其是最近，但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因为浴火重生呢是很痛苦的，会颠覆大部分人的价值观的，所以呢就更少人去讲了。而我的影片 YouTube 可能只会推荐给你看到一次。如果说你希望把这一份缘分留住，你现在可以跟我连接起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你有思考过吗？08年的金融危机，刚过去的疫情，甚至说日本排出了核污水，谁是最大的受益人呢？美联储这轮升息降息的紧鸭毛，又是谁在默默的坐收渔翁之利呢？我告诉你，这一切可能都是先通过人为制造出一场又一场的灾难，然后把诺亚方舟建造出来，最后再以昂贵的价格把船票卖给全世界。什么意思呢？最近美国迅速的通过一个法案，禁止谈论圣经里面耶稣被犹太人杀害的这一个片段，还有就是不得对犹太人进行妖魔化的指控，比如说宣传犹太人掌控了美国的政府、媒体、经济和其他的社会。为什么呢？有人说这些是阴谋论，也有人说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但无论如何呢，只要你去讲，那就是反犹主义，也就是现在是犯法的。所以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呢不是要讲什么民族之类的，我们讲的是公司。我们都知道苹果公司呢是乔布斯在车库里面创立的，对吧？所以苹果这家公司是谁的？你会发现苹果的前3大股东呢，一个叫做先锋领航，一个叫做贝莱德，还有一个就是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那乔布斯去哪儿呢？乔布斯呢，他持有苹果的股份比例少的根本进不了前3的。那我们再看看微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对吧？你会发现微软的前3大股东呢，一个叫做先锋领航，一个叫做贝莱德，还有一个就是微软的 CEO 纳德拉。但这个人呢，只有 0.02% 的股份。那比尔盖茨呢，连前3都进不了的。然后呢，我不想让大家听起来有点烦了，就直接点。你会发现，无论是科技的巨头，什么 Google 啊、Facebook、亚马逊、特斯拉，就是你能想到全球最顶级的公司，你能想到的任何行业，什么石油的壳牌啊、美孚啊，还有医药的强生啊、辉瑞啊，甚至迪士尼、Netflix、LV、Zara， 就是你能喊得出来的，他们的前3大股东呢，几乎都毫无意外的都是先锋领航、贝莱德，或者还有一个叫做道夫的公司。但这道夫的最大股东呢，也是先锋领航和贝莱德。这3家公司管理的财富呢，已经超过21万亿美元了。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是没什么概念的，那就具体一点吧。欧盟27个国家的 GDP， 再加上一个日本，加起来总共也就才20万亿美元。而且这3大集团呢，他们都是相互交叉持股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呢，从出生到死，几乎花的所有的钱呢，都会进入到这几家公司的钱包里面。你比如说，今天我支持可口可乐，然后你去支持这个百事可乐。虽然说我们2个人的立场好像是不一样的，这2家公司呢，好像是竞争关系来的，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2家公司背后的主人呢，也是这个先锋领航和贝莱德，最多呢就加上一个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但是你会发现，伯克希尔的大股东呢，也是先锋领航和贝莱德。然后在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呢，苹果跟微软看上去就是竞争对手嘛，有的人使用 iOS， 有的人就只用 Windows，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背后的主人呢，其实也是这2家公司，这个就叫做双边押注。不管谁赢了，最后赢的呢，都肯定是背后的资本。所以今天你想要上位，那要怎么做？你就要想办法的去巴结这些资本，谁听话呢，谁就是当老大了。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有钱买下这么多的公司呢？当时贝莱德的老大呢，在遛狗的时候觉得就有点无聊，然后呢就想出来一个赚钱的方法。你这样理解吧，今天我是银行，你来跟我借钱买房，你想要借个3000万，然后3%的利息，用30年去还，对吧？那么我借给你3000万，这个就是我的成本，而30年之后呢，你就要连本带利的一共还个4700万给我，所以里面的1700万呢，就是我赚的钱，对吧？简单来说，我投3000万，30年才能赚了1700万，这赚钱的速度呢，是不是就有点慢了？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这价值4700万的欠条呢拿出去卖。大家都知道，我们借钱呢就要有抵押物嘛，当你借钱还不起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抵押物就会归我嘛。所以当你向我这个银行借钱买房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还钱了，那么房子呢就会归我银行所有，我就可以把你的房子拿出去卖。那么今天我有一张欠条，价值4700万，因为你欠了我的钱，你30年后呢就要还4700万给我，然后谁能够拿着这张欠条，都是可以向你讨债的。你不还呢，房子就会归拿着欠条的人。也因为这样，这张欠条呢就价值4700万，所以我就拿了这张价值4700万的欠条了，用3100万卖给其他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把你的债务转移给了其他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其他的金融机构只需要花3100万就可以买下我价值4700万的欠条了，他们就可以拿着这张欠条向你追债了。而我呢，在里面就瞬间就赚了100万，就算你后面不还钱了，那也跟我无关了，因为追你债的人不是我嘛，而是其他金融机构嘛，所以你还不还钱了也跟我无关，对吧？那么我赚钱就很简单了，我只需要不断的找到人跟我借钱，我不断的放贷就好了。然后呢，我就把这张欠条卖给别人。所以当时贝莱德的老大呢，就发明了这个玩法。然后什么样的人呢，都把钱借给他，连这乞丐呢也可以借。
只需要收他们高利贷就好了。也因为这样，当年美国的房价就疯狂的暴涨。这时候呢，这个老大手上的欠条呢就是升值嘛，然后他就把欠条卖给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行，这样玩呢，100万其实就可以撬动1个亿的财富，这就是次贷危机。而后面的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乞丐借钱买房，房价跌了，那么乞丐就还不上钱，雷曼兄弟的债呢就追不回来，然后就破产了，就引发了08年的金融危机，全世界大部分的公司和资产呢都被贱卖，而这时候呢，唯独贝莱德在金融危机之前就赚了无数的钱，所以他们就可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疯狂的抄底全世界的资产，比如廉价的去抄底了英国最古老的银行巴克莱银行。而且金融危机的时候呢，美联储居然找到了贝莱德，请求他去帮忙，让他选择性的去购买美国企业的债券基金。对，你没听错，负责印钱的美联储把钱交给了贝莱德，让他去决定要救哪些公司。而这贝莱德的老大呢，凭借着自己对次贷危机的了解，因为这是他发明出来的嘛，没有人比他更懂了，所以呢就帮助了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度过了这个危机。也因为这样，贝莱德就成为了美国的座上宾，跟美国的高层呢就建立起了关系。进出这个财政部就好像跟回到自己家的后花园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连美国的退休基金啊都交给了贝莱德来管理。疫情的时候呢是很艰难嘛，美联储呢就打开了印钞机，不断的印钱，而贝莱德呢在不需要任何竞标的情况下，就拿下每个月400亿美元的债券项目，就等同于这些新印出来的钱都直接送到贝莱德的手上了。然后去年那个硅谷银行不是倒了吗？贝莱德就是负责当特种兵，代替美国政府对这个硅谷银行进行评估跟清算的。同时呢，他也跟欧洲的央行高官勾肩搭背的，全世界的外包合同呢都拿到手软的，甚至说可以安排自己的棋子去影响白宫的决策。你去看这个拜登政府里面的什么经济顾问啊、副总统啊、财政部的第2号人物啊等等，都曾经在贝莱德里面混过的。同时呢，又把那个财政部、美联储、中情局等等的高官通通的挖过来，变成自己的员工。那这又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考试之前，老师呢就会提前告诉你，我会出1+1的这道题，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答案。所以很多人买股票为什么亏钱呢？明明我买的公司很赚钱啊，看估值呢已经被低估了啊，为什么总是涨不起呢？而且你一买进它就下跌呢？就是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内幕消息，甚至说被操盘空盘了。你比如说今天我是庄家，我提前知道这只股票将会有很多的政策扶持，有很多利好的消息，那会怎么样？我肯定是提前在底部买进啊，在底部买进的好处就是便宜嘛，而且还有很多人去卖，不然股价不会这么低的。这个呢就叫做吸收筹码。那么当大部分的人的筹码都在我手上的时候，市场上已经没有人卖股票的时候，那么我就会继续的买，股价是不是就会瞬间的飙升呢？简单来说，市场没有供应，只有需求，股价就会飙升嘛。而这时候呢，很多的散户都看到啊股价涨了，然后就跟着经常买入了。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在高位卖出一部分的股票，同时我去做空这只股票，顺势的把这个股价压低。那么当散户买进以后呢，看到股价跌了，就想要去割肉卖出了，这时候我又可以在低位抄底他们贱卖的股票了，然后很快股价呢又被拉升上去了。这时候呢，利好的政策就出台了，新闻媒体呢都在报道，无数的散户呢又经常买入股票了，而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在最高的位置卖出所有的股票，这就是股市里面的真相。当无数人因为看到新闻有利好的消息，然后去买进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庄家出货的时候，也因为这样，无数的人就成为了接盘侠。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去学习看什么新闻解读啊、内幕消息啊、基本面啊、财报啊之类等等的，就是这些让你觉得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呢就只需要学会去看庄家买入的蛛丝马迹，然后跟着去买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在价格上升和暴涨的趋势里面用最低风险的进场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有结果的师傅，你认可的系统，然后你跟着一步一步的去学，一步一步的去操作就好了。
我们投资玩的是一个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能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个1块。那么如果你真的希望把这些学会，跟我和我的弟子一样，在不需要盯盘和非常低的压力之下，连赚6到7位数美金的话，那么接下来我送你们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美金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所以当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公司背后的主人都是这2大资本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争议。有些人就会发现这一切世界的大事好像都跟他们有关的，但当我想要去找到一个理由去替他们反驳的时候，我却一时哑口无言了，因为最后的受益人还真的是他们。你会发现疫情的时候赚最多钱的就是美国最大疫苗生产公司辉瑞，而辉瑞的第一大股东呢就是贝莱德。还有之前美国夏威夷的大火，这场灾难发生之后呢，有一家公司以2万美元的低价大面积的收购了这些房子。而这件事发生之前呢，夏威夷的居民呢是一直不愿意卖的，但是这次的大火呢，很多的房子都被烧了，而且还有无数的伤亡，当地的居民呢才被迫贱卖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来应急周转的。而收购这些房产的就是贝莱德。还有日本呢，把核污水排放到海里面，这表面上呢是东京电力公司负责的，但是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呢也是贝莱德。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都知道核辐射对人类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致癌嘛，而全球最大的抗癌药公司呢，他们的大股东也是贝莱德，这一切巧不巧呢？然后俄乌战争打仗嘛，当然就需要军火啊。那乌克兰的军火怎么来的？美国借给他的。军火商的背后是谁呢？贝莱德啊。而且这种援助呢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乌克兰要在一定期限之后呢去偿还的。那这个俄乌战争都打了这么久了，乌克兰欠的债呢越来越多了，甚至说基本是还不上了。所以他们的总统呢就把乌克兰的电力、土地、能源、农业等等一切优质的资产呢都抵押给了美国的一些公司。如果还不上钱呢，那这些资产呢就会属于这些美国的公司了。而这些公司的背后老板又是谁呢？贝莱德啊。贝莱德呢只需要帮乌克兰偿还1100亿美元的债务呢，就可以拿走了乌克兰几乎所有的国家资产。所以到底我们摆脱轮回的方法是什么呢？记着，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呢，我们是无法去改变的。既然无法改，那我们就只能顺着去玩。那游戏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呢？你仔细的去品一下这句话。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世界末日要来了，所以呢才需要诺亚方舟的，而是你制造诺亚方舟，然后世界末日就必须要降临的。简单来说，如果没有需求，那我们就制造需求，不然天价的船票要谁来接盘呢？上一部影片也讲了，资本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大萧条。当科技进步，我们以前一个月只能生产100件货物，现在因为有了机器就可以生产1万件了。但是老百姓根本就消化不了那么多东西啊，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花钱去买。那我们做生意的，我们的东西呢没人买，那我们的货物呢就会在工厂里面堆积如山，这个就是生产过程。然后很多公司呢就会倒闭，大量的人呢就会失业呢就更没钱了，没钱了就更没人买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垄断世界的资本家呢就坐在了一起，讨论出一个结果，那就是疯狂的打广告，去洗脑大家出来消费。你现在去 IG 看看嘛，很多人都把活在当下，人只活一次的这些概念呢写在自己描述栏上面，好像这就是一种生活态度，什么平时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啊，对吧？我笑了，也因为这样给自己生出了一个花钱的理由。这里注意听了，一个人想要赚钱哦，你必须要学会把别人钱包里面的钱掏出来，然后送给你。而要做到这件事情哦，你必须要学会3大绝招。第一，无中生有。如果一个人只想要满足最基本的温饱，那他会考虑的东西是什么呢？性价比，哪里的食物便宜一点，他就会去哪里。这样呢，你的东西只能越卖越便宜，甚至说你要亏钱去卖，那还玩什么呢？所以你就必须要学会把一颗石头卖得比一顿5星级餐厅的饭还要贵。
当年的资本家为了刺激大家出来花钱，就找到了一种很普通的石头，它的成分呢很简单，就是地球上到处都是的碳。但是这个石头呢，只要你把它包装一下，然后疯狂的打广告，告诉所有的人，钻石很久远，一刻永流传。然后一瞬间呢，所有的人去结婚都必须要带上这一颗叫做钻石的石头。你结婚不给你老婆买钻石，那叫做什么呢？叫做不爱她，叫做寒酸，叫做没本事。那结婚是一生一次的事情嘛，所以你送的东西呢，要不要贵一点？这样呢才能凸显它的价值嘛。所以你买的钻石越贵，那就代表你越爱这个人。这时候你犹豫了一下，觉得这颗钻石呢可能是你3年的收入，然后资本家就告诉你，这东西呢是可以成为传家之宝的，你的子女呢是可以继承你的钻石的。这是不是瞬间浪漫起来呢？而且你会觉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因为你用了，你的子女还可以用，甚至你的子孙后代都可以用，那是不是你更有冲动的去买呢？但是你会发现，这东西你买了之后呢，你3年节衣缩食存到的钱就没了，而这钱呢就够你的儿子去读几年的书了。最重要的是，这钻石你戴过了之后呢，就是属于你的了，也就是说你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我自己呢，每次买个劳力士都可能需要配货买一些钻石的，而这些全新没有用过的钻石在卖出去的时候呢，就要打个3折，如果用过呢，就可能只能打个1折来卖。也因为这样，资本就是创造出一样无数人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而现在呢，就算我把这个真相告诉你了，我相信无数人结婚的时候呢，还是会去买钻石的。因为就算你爱的女生愿意不要这个钻石，但是女生的父母也不会愿意啊，所以呢，你还是会去买的。然后呢，就是第2招，改换家门，就是用产品去帮一个人去划分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本来只是想买一个很普通的包包，好看好用就可以了，结果资本家就告诉你，这种几十块美金的包包呢，通常都是在工厂上班的女生才会用的。你是一个小资族 OL 专业人士的话呢，一般呢都会选择这种1-2千美金的包包。而今天如果说你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或者是有约会，甚至想要凸显自己的贵气，一般有钱人呢都会买这种1-2万美金的包包。也就是说，价格跟你的品味、你的社会地位好像是成正比的。你觉得也对啊，有钱的人呢当然是要买贵一点的东西啊，贵的东西呢当然也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也舍得去买啊。谁想要跟一个工厂妹妹用同一个包呢？这就是抓住人喜欢攀比的一种心态。还是那句话，加上媒体不断的轰炸，明星去代言，这些认知呢就会潜移默化的植入到你的脑袋里面。比如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男生呢小时候就很喜欢玩车，从小时候呢就开始给你洗脑了，而且你玩的车呢都是那种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的跑车。我爸小时候就送我一辆法拉利的玩具，让我从小到大在街上看到法拉利就会觉得很厉害。然后我长大之后呢，就真的买了保时捷的凯宴和 Benz 的 CLS， 原因呢就是我家全部人都不会开车，我不能开跑车，坐不了那么多的人嘛。但是我的车库里面呢，始终是保留着一些位置，等待我去买台法拉利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买来干嘛，因为我经常不在家，车子呢也很少开，但还是想要去买。而问题又来了，科技的进步，车子啊、包包啊那些都生产的特别快，而且因为卖的贵，品质呢也很好，也十分的耐用。但如果一个包、一辆车可以用个8年、10年的，那也会出现大萧条、生产过剩的问题啊。所以呢，就必须要用第3招，日新月异。比如说车，讲 Tesla 好了，最早买 Tesla 的人呢是最吃亏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Tesla 的功能更多、更新、更好看，而 Tesla 所有的更新呢，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善的。也就是说，旧的车主呢，也就是新车主的白老鼠。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被新车主耻笑的话呢，那么你就只能加入成为新车主。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车呢贬值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以前同一个价钱，你打算省油，所以你就没有买油车。而现在呢，电车贬值的速度比油车来得快，因为电车就跟手机一样的，你刚买了 iPhone 15，然后它很快就会出 iPhone 16了。那你要不要买呢？不买，你的手机虽然能用，但就变成了旧款了。旧款就会怎么样？你就不能体验新的功能。同样是一个品牌的，当你却感觉自己比人家少了点东西，你就会觉得自己有点落伍，然后你就感觉到很厌倦、很无聊。
很好奇新的手机跟旧的手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你就会有这种喜新厌旧的心理，然后源源不绝的重复的去消费。但是你可能会说，手机还可以，但车子太贵了，就算改朝换代了，但我也没有钱买啊。所以资本家呢就发明了贷款买车，让你分期的付款，慢慢的还钱，慢慢的去买。也因为这样，当大家都有这种消费的观念，大家都喜欢花钱，而这些钱到最后呢，就会流入到资本家的手里，其实就等同于统治了世界。当你想要消费、想要买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就需要钱。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听我的指挥，出卖你的时间、劳动力，还必须要去讨好我。这就是金钱统治的方法。而且你手上的钱呢，还必须要不断的贬值，让你不能停下来，要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卖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创业？你知道创业玩的是什么吗？玩的就是 YouTube 上有25亿人，每个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就会有25亿。1万个粉丝，每人给你1000，你就会有1000万。粉丝将会是未来最稀缺的资产，粉丝就是商家必抢之地啊！粉丝就好像地皮一样，你拥有了这块土地，那些商人呢，都只是替你打工罢了。今天你到实体的门店逛一逛，那些租金几千美金的实体店，你从早到晚的数一数，能进到店里面的人呢，很多都不超过20个了。你愿意开着门店等一天，你觉得很 OK， 但是你却不愿意把一部影片上传到网上。一开始你觉得2个小时只有100-200人看，很尴尬，然后就放弃了。但我问你，今天你店里面进来一个陌生的客户，他不说话，就到处的去看衣服，摸了又摸，试了又试，请问你要不要去伺候他？就这一个人，可能前后就伺候了1个小时，最后呢，他什么都没有买。但是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辞职去做这种生意就很充实，所以别再骗自己了。我告诉你，创业根本不需要冒这种风险，不用辞职，你就副业去搞影片，那些什么店租啊、员工啊、囤货等等的成本都不用，你最起码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利润。就算只有几百人看你的影片，他都比你坐在店里面发达好上100倍。那么试错成本低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赚到大钱，必须要有财富而且自由的。我告诉你，只要你有一套可以复制的系统、方法还有方向，那么这绝对可以成为你终身的事业。如果你希望把我的这套方法学下来，一转身为自己所用的话，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点击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的培训营。所以当游戏规则不能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入。不能打败资本家，那我们就成为资本家，这并不羞耻，因为不是你想要去做就能做的，必须要通过学习，然后了解这个世界的根，最后才能生出一套自己生钱的方法。我希望这部影片带给大家的不是仇恨，而是成为一个聪明一点的人。我们只需要学习对我们赚钱有用的东西就好了。好了，接下来我的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